有请节目主持人张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湿湿水嫩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诗。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睛千面系列大力支持。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谁呢？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寇乃馨寇老师，大家好，欢迎啊！索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陆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左老师，涂磊涂老师，来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他们在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吧。各位请看。我们俩在一起4年多了，现在我真的很希望和他走入婚姻。但我们总是因为各种事情吵架，我觉得他脾气实在是太差了。我对他的好，他总是感觉不到，还总是挑我的毛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明明是他自己的错，他自己很小孩子脾气，我很多事情都是为他好，但总是不听，而且一点不领我的情。关于我们结婚也有很多分歧，这样一直吵吵闹闹，我真不知道我们该不该走入婚姻。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胡，24岁，来自湖南保险公司职员；女嘉宾小吴，31岁，来自湖南保险公司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哈，都是保险公司职员啊，是一间公司的吗？是的。今天谁要来？我。来干嘛？我们在一起已经4年了，但是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总是因为一点事情吵架。说说吧，都什么事儿吵啊？你就想想有一次，提前他告诉我，他说他妈妈过生日，因为是认识那么多年了，也是第一次陪他妈妈过生日啊，我就提前做好准备，请假回去嘛。我在车上就一直想，要不要给他妈妈买个蛋糕。下车了，我说你在这里等我，去一下就回来。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直接跟我一起跑过来了。然后他就跑过来就说干什么了？不用买蛋糕。我就不晓得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意。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让你买呢？因为他怕浪费钱。给妈妈买个蛋糕为什么不让呢？因为以前我也跟我妈买过吧，我妈说买个蛋糕，然后还不如买点其他的衣服实在一点，因为老家那边的话可能说都不喜欢吃蛋糕。你知道这个真相吗？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啊。那你们俩还真不会聊天儿，你看，咱接着听啊，还有别的什么吗？上一次他给我提前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天我朋友他们过来，要我帮他做饭，我做的饭好吃一点。我就说那可以。到第2天早上，我好早就起床了，跑到菜市场给买了10个菜，都是他最喜欢吃的菜，10个菜全配好了。后面的话，我叫他要他帮一下忙，他就没有，他就一直在那里玩游戏啊，玩游戏。平常我也不喜欢打游戏，那次确实是老家的兄弟过来了，说打个游戏，说要我参与一下，他就不给我面子，我感觉不是挺给面子了吗？10个菜还不给面子啊？当众声音很大吧，大声的吆喝说怎么还不来什么的。这有什么呀？这不很正常吗？很有家庭气氛吧？没有，我就感觉的话，他不是那种表达方式嘛。那你希望他怎样呢？悄悄地跑到你的耳边说：“快来帮个忙。”我可能希望他好声好气的说没关系吧。谁请朋友啊？我请。谁的朋友啊？我的。跟他没关系哈。对。闹得不愉快嘛，最后。不愉快啊？大家都坐起来吃饭，好尴尬的。特别扭哈。是的。菜也白做了哈。那本来想是温柔贤淑，后来变成了小母虎啊！哎呀，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是这个结果吧？是的。哎，还有别的让你委屈的事儿吗？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上次我也是提前给他打电话，跟他说好了，说去见他父母嘛。我也确实也买了礼品，然后我就说准备出发吧，就是到那天了嘛。他就临时说那不去了嘞，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刚好嘛，这边我就是我也刚好考了个舞蹈教练证嘛。我一直喜欢跳舞，他自己也知道的。然后呢，我就刚好公司给我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我就说教我队员们跳舞，然后就说要搞节目。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我也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去说服他。我的意思就是说，公司意思就是说要我先把这边事处了，然后再去那边。但是我想想，这我们2个的事情也是大事哦。然后我就相信他应该会理解我。然后第2天早上的话，我还是给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也不听我解释，就这样子就也不接电话就挂了。后来见没见啊？
没有。一直没见啊？哦，为什么不见啊？说明他不重视这个事情嘛。我假也请好了是吧？请了1个星期假，礼品也准备好了，然后临时又说不去了。确实，你让对方父母怎么想是不是？可能他是打了电话又没跟我提前沟通是吧？肯定我心里不舒服啊。哎，那后来见呗？后来一直没见嘛，因为你也没提出来说咱们去见吧？因为工作比较忙，打算今年再去嘛，今年过年再去。哦，你的小九九是别那么着急，对吧？说明他根本不重视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不重视，今年还是重视的啊。这个现在想让他去你们家吗？去，然后我父母过几天也来长沙了。啥意思？就是说过几天我登门拜访你都不愿意，父母来可以。刚好在长沙有事，就是顺便让他接过来那个看一下。哦，这个还挺奇怪的。你想嫁他吗？想。想。哎呀，还挺奇怪的。一般都是女生都特主动的说：“哎呀，去我们家吧，这个可好。”男生追在后面，所以心里面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对。还有别的事儿吗？有，就是有一次我生日，不是我请了3、4桌客嘛。我生日要请那么多桌啊？是的。这是为什么呢？还是的。因为朋友比较多嘛。哦。那一次不是送了8束花，也有几束是异性朋友送的。啊。他可能心里就不舒服嘛。我就想，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买1束花了？你既然知道我喜欢花，你为什么不给我买了？还把我摆了8束花全部摆在那里，他全部一下全部搞得乱七八糟，还大发火的，然后就走了。我想想，我过生日的话，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是不是？你过生日他走了。后来走了。为什么？他大部分都是异性朋友送花。那你更不应该走啊！你拿着他们的花说：“哎呀，谢谢大家送我女朋友花啊！”肯定我心里还是不舒服不？有一次嘛，跟他也是吃饭的时候看了他微信不，然后有聊天记录，他是昨天说去跟闺蜜去逛街嘛，然后明明是我看了一下时间，跟那个几个异性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不，然后他也不跟我说，还故意隐瞒我。解释解释吧。人吃醋是有道理的，就是我本来是一般所有事情我都想跟他说，但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他就不相信我。公司的孩子给我点个赞，他也会不舒服。说明他在乎你啊！太小气了嘛，男孩子就是比较大度一点嘛。这怎么大度呢？没法大度吗？好，那我你回答问题。你跟闺蜜去逛街，怎么变成了跟几个男性朋友去逛街？哎。其实我觉得，要是跟他去说的话，他肯定会心里啊怎么样的。但是我那一次也还不是一样的嘛，跟他去吃饭，然后他去上厕所了，结果拿了一个电话，我就想不明白，我说他怎么会给他打电话嘞？他是谁嘞？一个女孩子，也是他手下。啊，那不是很正常吗？然后他又没来嘛那时候，然后又发了微信，然后他说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在干嘛？然后我就想着什么情况，然后我就打开他的手机一看。怎么半夜3个人都给他打电话？那我也不想为什么他为什么给他大半夜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不给别人打电话呢？确实是他打过来的，是喝醉酒了，发酒疯一样嘛，就是喝多了，然后跟你喝多的？啊，不是。那为什么跟你发酒疯呢？是吧？你是这么想的吧？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可能是他确实在长沙这边认识的朋友也不多，然后就跟我打电话过来了，然后也没聊什么其他的，就发泄一下说这些工作的事情，所以没什么啊。对，我觉得肯定没什么。这俩人还挺逗的，你暗中侦察我，我暗中侦察你，但是我们从不交火，我们到其他的战场的时候我们再碰，对不对？平常都不说是吧？过个生日然后出邪火，对不对？挺有意思的啊！你们俩还怎么试探对方啊？还有一次，你看还有，咱同志诚实一点来。还有次带他去，就是提前跟他约好不，然后去看电影嘛，礼物我也准备了，花也买了，我在电影院等他不，想给他一个惊喜嘛。到那里的时候呢，打电话来就没人接了，就我在那里等了个把小时，一个人傻傻的，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因为那段时间排舞比较多。排练舞蹈嘛，就是说，因为我喜欢爱好嘛，业余爱好不，我想着应该8点多的应该是会结束嘛，可能音乐太大声了，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有听到。但是我后面想起来了，我就懵了，然后你承认你忘了是吧？我就是忘了，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也没接，就直接挂电话了。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后来不了了之了不？就你们俩也不再说这事儿？对，后面就很久不联系嘛。然后呢？谁又联系了谁？后面还是我主动一点不，我心里还是真没出息，走了就别再联系，还有我主动点不啊？你干嘛要走啊？等了个把小时，电影都看完了，还打电话也没意义。那也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今天你为什么没来啊？有没有出事儿啊？担心呐，这正常啊！你不担心他出事儿吗？担心啊。那你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他还是不重视。是啊，这个确实心里不舒服啊。好像看起来你确实挺那个的哈，心挺大哈。没办法不，有时候其实事业跟爱情的话，其实我觉得都什么事业？什么事业？你的练武是个什么伟大的事业？因为我自己一直喜欢，从小就喜欢，就一直在那个。对我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舞蹈比这个男生重要。都重要。不，客观结果是因为舞蹈，你答应了跟男生约会，你可以放他的鸽子，你也不去。结果证明舞蹈比这个男生重要，对吧？是不是？第二，异性朋友看起来比这个男生重要，因为为了跟几个异性朋友去逛街，可以骗她说我跟闺蜜去逛了街了，但是实际是跟异性朋友逛了街了，对吧？结果证明异性朋友比男朋友重要，还嫌人家心眼小，人家给你买了花，说他也不给我买花，人买了你没收啊？没买花。看电影买没买啊？买了也买过花，你没接到啊？我呀。我能告诉你都不来，我在那儿苦苦等了1个多小时，然后你没来，我捧着花走了，我下次生日肯定也不带花去啊。我这基本属于挑事儿啊，不该这么说的。还有别的吗？这个提前也跟他沟通好，就是准备去买个车嘛，然后去4S店看好了之后，我就准备定了。他就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当众发火。4S店那么多人，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我说实话不喜欢车，我喜欢买房子。既然要结婚，就准备一个分房嘛。好。然后他父母的话也认为我们买房子好。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后来这车买没买？没买成嘛。没买成。对。房买没买？没有。嗨，你说这钱放在那儿真是，哎呀，就等于这事儿半不拉拉又扔在那儿了。你们俩把这事儿给挑起来，但是还没解决，是这意思吧？对。哎呦，挺有意思的，房子也没买，车也没买，钱等于就放在那儿。我理解，小男生还挺听你的话的，对吧？你不让人买，人没买呀。还好吧？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啊？还算可以吧。还算可以。但是他太小孩子气了。哦，太小孩气了。你们跟我说句实话啊，有没有想分过手？有时候我有想过。你呢？有。为什么还坚持在一起呢？肯定也是这么多年走过来也不容易。这么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比如说有创过业，有自己上过班。你们俩还创过业？对。是的。所以说没成。对，然后的话觉得他还是不错。对。哦。两个人经历过很多风雨，所以舍不得，是不是？那你们总结过没有？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们把这件事挑起来之后，你们是既不打也不战，然后各自就把这个事儿往上一放，就记在心里，然后一转身，过2天想到对方又回来，一握手说：“同志，我们继续啊。”后来又把这个事挑开，为什么这样？你们想过吗？有时候也想过，但是两个人有时候一聊的话就会吵起来。一聊就吵。是的。哦，所以今天来这儿是吧？对，目的是。我也是说，已经4年了，风风雨雨，一起摆地摊啦，一起创业呀，各个行业我们都有去尝试过。但是我希望他那个小孩子脾气能改一下哦。但是我最纠结的现在就是我们该不该走入这个婚姻，所以我就很多问题都会想到。你认为男生不够成熟是吗？是的。男生，你觉得你成熟吗？可能是那么一点吧，他主要说的是我经常借钱给别人嘛，就是都借给谁呢？他朋友。会跟你说吗？是这样子的，有一次他朋友找他借钱，是他的手下员工嘛，他就想帮助他。我说你先别借钱，我跟他说完的时候，然后他还是借了。我问钱还了没有？没有啊，手机也关，微信也把他删了。哦，人跑了。是啊。人生谁不经历1、2个这样的骗子的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有嘞，那还有几次了，都是。都借了，都借了，也没还，然后后面全都是没有了，就这样子。对，首先刚才他说的这个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刚刚大学毕业嘛，来我们公司上班，确实感觉他也不容易，因为我也经历过，所以说我就想让他周转一点。对，然后后面也借了不少朋友钱是吗？对。是人家开口跟你借钱你就借吗？差不多吧。如果以后结婚了哈，朋友再问你借钱，一开口你还借吗？以后钱让他管，没钱借了嘛。听明白了，没钱借，我改不了，但是我有办法把这个攻克了，这也是个思路。还有别的吗？他说这就是不成熟，他理解的对吗？
他是一而三三而再的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总是这样借，你有多少钱借嘛？你一天借100，是不是？我问你的问题，你回应我啊。你说他不成熟，他理解你说他不成熟，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他做的不够好或者不够严谨，他理解的对吗？我问的是这个话。是的。除了体现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不成熟的呢？也是，我说我感冒了，咳嗽了，然后他就说给我治雪梨嘛，冰糖雪梨不是治咳嗽嘛，他说熬好我就给你送过来，其实很开心的哦，那么贴心。熬没熬？熬了，但是熬了不就行了吗？一等再等，等到我从8点多打电话，他说再炖马上就好了，结果等到10点多才来，我就不晓得什么情况。差不多嘛，连炖带路上送嘛，这是1、2个小时。没有，也不是很远嘛。那得炖呢。那个时候临时公司有事嘛，去公司了，然后姐姐回来就给他送过来，送来打电话来就没人接了啊，可能是确实生气了。但第2天的话，我还是同事转到他手上了。不是你没把他送过去啊？他不接电话，我去不了啊。你不知道他住哪儿啊？我知道他，那你就去呗。不开门，没办法。对，你去没去啊？去了。哦，是没开门还是没接呀？是电话也没接，门也不开嘛。这是为什么啊？当时很生气，我就也不接他电话。气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不，那么久都不来，我怎么晓得大半夜去干嘛去了？那么久，马上说了马上来，马上来，到那个时候都不来。不是10点吗？8点到10点，这不2小时吗？是的呀，他就说马上来了么。然后我就等了，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说比较急性子的。我问个问题啊，一个快递小哥给你订的东西，说好的是半点到，结果过了1个半小时他才到，你收这份快递？其实这个跟那个是没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哦，快递哥他们为什么啊？他们都是比较风风雨雨，比较辛苦嘛。哦。但是他毕竟是我最爱的人嘛，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好了，我们听到了这个一对年轻人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一种向往，但是面对婚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慎重，因为在他们交往的4年的过程当中，他们觉得在沟通方面不那么顺畅。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是真的有打算要嫁他吗？是的。你真的打算娶她吗，小伙？是的。确定哦。怎么像寇乃馨在逼婚呢？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吧？是的，我们已经是本来是开始商量好了，是19年的元旦那时候嘛。那我就问，这4年来你们一路呢，从这一个交往到现在，你们都准备进入婚姻了，对吧？对。这4年来，你们相处的方式是有改进，有越来越少吵架，越来越多的可以沟通吗？我们就是沟通比较少。刚川哥说你俩太不会聊天了，你知道你们的聊天有什么巨大的问题吗？2个，第一个，词义不明，就是你们都在讲话，但是呢，没讲到对方听懂那件事儿了。所以你们蛋糕的事也吵了，但是你不知道他妈妈其实呢喜欢你买衣服超过买蛋糕，一句话讲完了嘛。可是显然他讲了半天，你没听懂他要表达什么，对吧？然后呢，他为什么忘了去看电影？因为他热爱跳舞，一首歌跳了又一首，然后跳忘了，对吧？你们显然一定也为这件事情吵过吧？但是都没有吵懂啊，所以你们2个人的沟通是无效的沟通，话都没讲清楚。第2，语气一定不好。就你们沟通的时候态度是不对的，譬如说你说他叫你来帮忙的时候是一种颐指气使，对吧？你希望他说，哎，那老公来帮个忙吧，对不对？哎，你帮我一下呀，这样你就来了，对吧？就说过来帮忙，不来啊，你就不来，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嘛，就是沟通语气的问题。这2件叫急性子，他很慢的。哎呀，对呀，你很急性子，但你这4年来有没有想过要改一下你的急性子呀？改了，还是比以前好多了。还好吧。那他有没有为你变得成熟一点点呢？我感觉他没有，越来越小孩子，越来越小了。我告诉你，你俩先不要急着结婚吧，你们要不要先练习几？
好，来，亲密关系建立的过程中，一种叫我把你驯化了，一种叫我改变了我自己。你们两个人既不能把对方驯化，也不想改变自己，这就是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对，就比如说你其实知道他比你主意更大一点，他甚至比你更成熟一点，但是你会觉得说我是个男人，我想要主控。你也一样，你会觉得说我有我自己的事业，我有我的追求，那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我一定要给你这个面子呢？等等等等，这就是磨合的问题。我把你们之间的相处关系提了一个新词，叫什么？叫只记仇不解决。比如说你们发生了一件事情，放在那边，然后不去碰它，等到哪天吵架，你看当年是吧？什么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怎么着了？我要去见你爹妈的时候你怎么着了？当时他为了跳舞不带你去见爹妈这件事情，当时为什么不跟他划清楚这条底线？你伤害了我，你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见你爹妈？怎么跟你爹妈解释？要不要打一个电话和你爹妈来说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没做？你看你只记仇了，你没有解决它。你也一样啊，你对他很多问题都这样啊。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你，你应该1、2、3、4、5应该怎么办？你就指责你这不对，你是个小孩子。但当你说完你什么都不对，你还是个小孩子，你一点不成熟的时候，你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吗？你有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吗？并没有。所以我要给你们的药方就是不记仇，只解决问题。一个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去想办法1、2、3、4、5，以后让它不再发生。但是当我们把这1、2、3、4、5写下来，或者说讲明白之后，事情就翻篇了。只解决问题，不记仇，才是你们未来磨合的方向。谢谢来，谢谢陆琪老师。来，左岩老师。首先说女生太过自我，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人是一个圆儿。但是当我们要成为情侣或者要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这2个圆儿要挪一挪圆心的距离，往中间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我们有共同的部分。但你们2个人现在就是完全就是2个圈画在那儿，每个人都非常的自我，尤其是女生，你根本就不会站在男生的这个立场上去思考。你站在他的角度，你想想，跳舞也好，啊，你不带他去见家长也好，你把他一个人扔那儿也好，全都是我的立场，我要怎么样。我们就见家长这件事情，好，你说我要给你妈买个蛋糕，你说不行，那他要跟你去见家长呢，你拒绝他呢？要学会换位思考，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是男孩，他跟你约好了说要去见他的父母，然后说不让你去了，我有事儿，你怎么想？所以立场的问题，就你们2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再开始吵架。男生，刚才陆琪老师说你们2个不解决问题，我觉得主要的责任在你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听了好几件事儿，他过生日，你们2个吵架，吵完你怎么样？你跑了。还有看电影，没等到他走掉了，发现问题以后不解决，然后我就走了，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攒下来了，直到我听到了那个雪梨事件。所以我发现是你们2个不仅是2个圆儿，而且中间还有一扇门。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男生你要去敲门，而不是走掉在门外面。女生你要去开门，而不是就让他在外面。你们2个要打开门，然后坐下来聊这件事情。这样的话，你们才可以走进婚姻，走向幸福。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今天来特别好，因为你们肯定是要结婚的。但是呢，之前的很多问题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大家给一些意见，回去好好的处理去解决，没什么大事儿，好吗？给到你们2个的爱情建议就是尊重彼此，换位思考，宽容为上，
让3分何等清闲，退一步海阔天空。谢谢。谢谢左岩老师。来，涂老师。好。你说他很幼稚，对吧？那也就是说你比较成熟了。其实，在很多的表现过程当中，男生虽然稍微有点幼稚，但还是一颗非常单纯的心，而你不是。你不像是一个想要结婚的女人，你的那种种和异性出去聊天、跳舞，不尊重彼此的约定去拜见对方的父母，都不像是一个要准备结婚的女人。我们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用60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学会闭嘴，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刻意的想要表达自己一图为快，但其实说的越多，距离往往越远，矛盾越大，越不懂对方。但是要懂对方的前提是你想懂。我至少看到了这个男生是想懂你的，但是你想懂他吗？我倒未必看见。你的种种行为让我感受到你想用最低的成本让一个男人听话，却又不花耐心去引导他。他此时此刻的年纪正是幼稚的时候。如果你想让他成熟，想让他成为自己心目当中的那种男人，你就得花时间。你时间又不想花时间，你又想把他驯服成那个样子，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又听你话，又没那么幼稚的男人。但是，这样的男人，你又是否驾驭得了呢？所以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自己内心清楚。我的建议就是，在你面前的这个男生，你们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如果说幼稚，他可以为了你改变，并且他正在改变。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男人在爱情生活当中的成熟与否，不是他在某些事情上的幼稚程度，而是他愿不愿意去懂你。如果他愿意去懂你，他迟早一天会为了你而成熟。就看你自己内心深处想不想懂他，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又生气了，是生都是气了吧？我的错啊！这样说下来，嗨，角度不同，站的方向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哎，特有意思。哎，看着我，看着我好好跟你说，我像你的，我一定说他的错，这也不行。哎，咱还能那个平静的说点事儿吗，姑娘？你把心绪放平。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人家说的不合你心了，没说对，你就当他不是。那只说了我一个人呢。哦，他也应该说他是吗？那他也作为一个评委老师，可以都评论一下嘛。啊，那为什么只评论我一个人呢？现在是这样，全都是他的对，我就不对了啦。那我就再说一句啊，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我们批评一定是批评那个年长的，因为在生活当中作为一些主导方向的一些引导，也恰恰是年长的。说你是因为说你更有利于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说你说他，也不是说他问题更重，而是在于谁更主导这段关系，你自己心里很清楚。那你这样子说就是说，没关系，你生气就生气，我也不在乎。但是呢，你生气恰恰证明了你恰恰不成熟。本来这是事实嘛，拍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应该是2个人都有错不？那错全都错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们把这4位老师的所有话做一个总结，然后咱们再说到底是谁对还是谁错，好不好？在我的听觉里头，4位老师没有界定你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是在说在相处关系当中，你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大体我把它总结了几句话，你看对不对啊？第一个是，亲密关系突破容易，重建难。就是当我们真的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推开彼此，这个距离到底是一手就抓的距离，还是半抱的距离，还是就面对的距离，这件事儿就很难了。这是很多情侣面临的问题。你们俩
不相干的老是去发火，你都没注意到，就这样。但是他又不能说我冲上去是吧？哎，问你一句话，这性格你接受吗？得了，最后跟你说几句话，你已经看到了，这就是你喜欢的一个女人，她是改变不了的，就在她整个的行为里面，即使我错了，我嘴上也绝不认错的，这个就记住了，特别重要。你要学会解决问题，什么意思？她怕吵，你别怕，你们俩把这件事都吵透了，最后你跟她说，我错了，真的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不敢了，这事儿就好了。性格只对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才能谈好坏，对于外人来说根本谈不上好坏。他爱你，他在意你，所以你的脾气会影响他的感受。他不爱你，他不在意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吗？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你们自己，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刚才郭老师也进行了点评啊，然后根据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啊，这么多年来走过来，确实经历了风风雨雨啊，确实也不容易。然后的话，希望我们之间慢慢磨合，可能希望他在性格上面稍微改一点，然后我也能让着点。我在这里感谢主持人老师，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其实我真的今天很激动，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一起4年了也不容易，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同甘共苦。我也希望你的小孩子脾气也能改一下。如果就说你还是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该不该走下去。心里想什么骗不了人的啊！有人已经觉得这不是恋爱了，这已经是婚姻了啊，所以才会说，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能，你们俩结婚了？那你干嘛说你们俩的婚姻？就是说结婚能不能走，能不能走入？这还没结呢，想什么结婚的事儿啊？别嘴再硬了，好好调整吧。谢谢2位，请回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对还挺有意思的啊，我们就碰到了这么一个女生。我觉得她特别的真实。来，请关门。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因为每个人都带着一份性格在走，在生活，我们追求白头到老。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打磨不在一起的时候，就要考虑。说白了，就是能不能学会宽容和原谅，这个真的挺难的。我们都在成长，婚姻让我们成长，孩子让我们成长，所有的东西都是让我们成长。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大家看到了。我其实挺喜欢这种真实性格的嘉宾的，就是他真实的性格反映出来，让大家看到所有的问题。但是请你记住，跟你说真话的都是你的亲人或者关心你的人。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魅力，因为老师们都说发自内心的良心话。我说给你听的那个湖南妹子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还不高兴啊？没有。你要不高兴，我教你说一句话。你说我错了不？错了还送我花，怎么着？所以这要较劲啊，这生活就没法过了，你知道吧？开开心心的吧，聚焦你们俩的关系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谢谢。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在伊贝诗保时节活动期间加10元送1套纯净级保湿时刻透水嫩要保湿伊贝诗，来见证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刻，各位请见证。以后还是让着你一点吧，这么多年来反正也过了，感觉也蛮好的啊。谢谢。
啊，请亮灯吧。姑娘，改改脾气啊！来，请回，请回，两位，请回。不是我挑事儿啊，这姑娘，你说她怎么都不回头打个招呼呢？所以人生的好多事儿，尤其是情侣之间的太多细节，你不要去放大。当你不停的每天在放大这些细节的时候，原本美好的东西就变得丑陋不堪了。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你好，你来参加我们节目是遇见什么问题了呢？我和我男朋友异地恋挺多年了，中间也分过手。后来又和好了，和好了以后呢，也是异地恋，感觉挺没安全感的。这中间就被我发现了他和别的女孩聊天啊，或者出去玩，他都没告诉我，都是我自己发现的，或者我朋友告诉我的。然后我就挺想让他来我的城市发展，他又不愿意，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感觉这段感情一直都是我在坚持，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结果。一段没有安全感的恋情还能再持续吗？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柴，25岁，来自河北待业；女嘉宾小王，22岁，来自河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谈恋爱谈多久2年多吧。2年多。小片里说一直是你主动是吧？对。是你追的他吗？是。你们俩不是还异地吗？你怎么追的他呢？我们俩就家是一起的，然后因为我一直要上学嘛，只有到放假的时候才能见面。资料上不都河北是吧？对。你在哪儿读书啊？我现在在无锡。哦，是有点距离。对。这小伙子有什么吸引你啊？非要追他？就凭感觉吧，感觉他挺好的。一开始追他就在一起不到2个月就分手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有别的女朋友了。后来呢？后来就分手了，我也一直没有找男朋友。然后他去别的地方了，过了差不多2年吧，他那个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回来，我知道他回来了，那时候就还喜欢他，我又主动找他，我们俩又在一起了。然后我就去无锡上学了嘛，就异地恋了。就你们俩是经历过波折的是吧？对。就这个男人是你过不去的山呗？对。就反反复复，反正都要在这儿栽跟头，是这意思吧？现在怎么了？现在就异地恋嘛，在一起也2年了，因为之前分过手，然后现在又异地恋，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不稳定。异地恋本来就很辛苦了，然后他还这样，中间也发生过挺多事儿的，就感觉挺没安全感的。啥事儿啊？就他还和他前任联系，没断。那个时候已经断了。那个时候我和前任联系，只是因为就是我们俩都不想互相就纠缠或者什么的，然后一定要说清楚。然后后来不是就断了吗？那你断了，你见一次面说清楚就得了呗。一次面当时就没说清楚，那个时候。不是这事儿你们要怎么说呀？我们俩完了不就完了吗？还要怎么说呀？要说清多少？不是你要说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跟我分手，就有些纠缠我的意思。哎呀，你真是好有魅力啊！行吧，咱这前女友的事儿就放在那儿吧。现在断干净没有啊？断干净了。那不就行了吗？断干净不就没事了？好好谈呗，反正断干净，前女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过了。那不还是异地恋吗？然后他又跟别的女孩，就有一次他喝多了，8点钟跟我说他睡觉了。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后来就怎么想都不对劲儿，怎么这么早就睡觉？然后我就过了差不多2个小时给他打电话，然后电话就关机了。我就觉得不对，就女人的直觉就挺准的，我就觉得不对，我就一直打电话，结果1晚上都没打通，我1晚上也没睡觉，打到第2天早上电话还是关机，我就觉得肯定有事儿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敏感。行，有事儿没事儿？有事儿。什么事儿？然后我就让我朋友去他家，因为当时我朋友在家，我让我朋友去他家看看他到底在不在家。我朋友去他家摁门铃，他爸爸说他1晚上没回来，跟别的人在外面玩。我当时就想，这骗我呢吗？这说睡觉了，结果和别人出去玩了。我问个问题啊，女人的直觉特准，对吧？你的尤其准，对吧？
就之前骗我和别的女孩子出去，然后被我朋友看见了，特别巧。然后那个女孩当时还要挎他，当时他就把那个女孩推开了。我是真不想听了。我再问问啊，这个小片里你说你想结束跟他的异地恋是吧？嗯。让他去你生活的城市是吧？对。让他到无锡去是吧？对。干嘛去啊？去工作啊，他现在在家里又没有工作。怎么不工作呀，孩子？就是前阵子因为身体不太舒服闹病了，然后有2个多月没工作。不是你这闹病了，可一样出去玩吗？闹病这阵子就是很少出去玩，对。哦呀。他是不出去玩了，和附近的人聊天，因为我们那个生活的圈子就比较小嘛。然后他和不是你这不是我其实特好奇啊，不是你这有意思吗？活的姑娘。因为不是你是在读书吗？对。你这读书脑子里面天天都是他呀。反正我就比较好奇他的生活，就想知道他在干嘛。那你图什么？你跟他在一起，你不相信他，你没有安全感。对。赶紧走啊！这种男人不能值得你依托和依靠啊！赶紧跑啊！那你在那儿腻咕什么呢？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还挺好的，就挺细心的。虽然后面他就是做过这些事情，但是我这个人就他所做的事情跟你在一起时候对你的好一比，那好的简直让你无法自拔是吧？也不是吧，但是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的，因为异地恋嘛。你回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好的时间多还是不好的时间多？在一起的时候好的时间多。在一起的时间和不在一起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多还是不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在一起的时间多，在一起的时间好的比坏的多，是你说的吧？嗯。换而言之，我可不可以理解，他对你好的时间是特别短的时间，是不是？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对你不好的，只有少数时间对你好，是还是不是？也不是不好，因为就是他这个性格可能是这样，不稳定。你倒是挺宽容的，你喜欢他吗？喜欢。那你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干嘛呀？我最近这1年多，就是已经很少再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已经开始。他说的不是这1年的事儿。对。不是行了吗？那不是1年都过来了吗？到18年。他前段时间还和我朋友聊天来着。什么意思呀？就是他聊附近的人，不小心聊到我朋友了。然后呢？当时我朋友不知道是他，后来看他照片，一看这不是我男朋友嘛，然后就帮我试探一下他，就问他有没有女朋友，然后他说没有，我朋友就把这个聊天记录给我看了，我当时就挺生气的，我就直接把这个给他发过去，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你怎么说的？我那个是他先跟我说话，我才回的话的。如果他不跟我说话，我是不会回的话的。那他问你有没有女朋友，你为什么说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不想就跟他太多透露我自己的消息。这有什么关系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我又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呢？不知道你想什么。今天来干嘛？就是想让他稳定一点嘛，因为毕竟我们俩这段感情一直都是我主动。听明白了，去无锡吗？不去。为什么不去？想去，那个家里人也得考虑。他当初答应过我要去无锡找我的。你觉得他去无锡，你们俩就能好了是吗？对，因为异地恋真的是让我挺没安全感的。你相信他吗？在一起的时候相信，不在一起的时候不相信。那就是说你一直活在一个怀疑当中是吧？哎呀，左老师已经听不下去了是吧？就听得胃都疼，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吧？我也是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就听他们这段整个的那个情绪感觉都是不好的，就堵得慌嘛。这女生怎么可以这样嘛？那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她稳定。对，然后稳定的标准是，就是不要总是朝三暮四的，好好工作。如果可以的话，就跟我去无锡。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你告诉我。就是她这个人，就是虽然很娇小，但是你特别能扛事儿，是这样吧？没有，她是一个就是一件事能记你记到一辈子。她不是那种心胸特别宽广的。那你不害怕呀？害怕。跑啊！按你的这说法，他这性格一件事记一辈子，你做这些事儿够得记5辈子的吧？你不害怕吗？害怕。害怕你们俩谈什么恋爱呀？但是喜欢大于害怕。喜欢什么呢？就是感觉，就是喜欢这个人。喜欢其他的人吗？没有。那跟人聊什么呀？聊附近的人，也就说了几句话。这么说吧，你跟他在一起
第一次我们不说了，就复合之后有没有忠诚的对待这段感情？有，你信吗？信。信你们俩今天来干什么呀？我觉得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他这个人真的挺真诚的，但是不在一起的时候，就他做那些，比如说和前任联系，然后聊附近的人啊什么的，就让我又挺捉摸不定的，所以就感觉异地恋没有安全感。所以你认为只要你们俩结束了异地了就好了，是吗？对。那你为什么不能为这段感情就到他的身边去呢？我还在上学啊。然后你非要求人家去，是吧？他要不去你怎么办啊？那就让他在家安分点嘛。行吧，如果这是爱情的话，爱情就太可悲了。如果这种爱情都要让我们来保卫的话，那就不要保卫什么爱情了。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呢，你说了这种没有自制力的人很多，不止他一个。但是没有自制力的人呢，其实我概分为2种状况。一种病况是，他天生呢就不喜欢控制自己。应该说，他觉得这个年纪，我这个心态，我又还没结婚，我应该多交朋友。我跟异性朋友出去吃吃喝喝、唱唱歌也没什么。这是第一种。第2种是，他是对着你没有自制力，换一个对象，也许就有了。我再说白一点，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他如果遇到他很喜欢的，他可能就自动自发地控制自己了。你觉得我刚刚说这2种没有自制力的人，他是属于第1种还是第2种？第2种吧，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他可能没那么喜欢我，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就是他可能会好一点吧。不会的，如果他现在都没有那么喜欢你，随着时间的经过，会发生的事情是摩擦、争吵，你越来越神经质，他被你绑控的越来越不能呼吸，你们之间的新鲜感越来越低，但是烦躁感越来越高。你说异地恋让我们好没安全感，我可以告诉你，异地恋还帮你们维持了感情，多拖了一点时间呢。因为异地恋好歹你没办法每天在他的旁边，在他身边唠叨他、管他，每天查他手机。你现在1年碰面几次，查那么几次，要是在一起，你就得天天查，你只会加速他忍受不了你，跟加速你们之间的崩盘。所以异地恋某种程度还让你们更有呼吸的空间跟新鲜感。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跑？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大部分时间管不了他。我觉得爱情是不能强求，也不可能让我们说几句他就更爱你，也不可能让我们说几句他就更稳定。但是以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跟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不够喜欢你，通常不会因为时间变久了就更喜欢，明白吗？找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吧，找一个够爱你爱到他自动自发会给你安全感的人吧，找一个不用你追着他也会有自制力的人如何？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强求呢？书是要念完的，恋爱是要谈好品质的，明白吗？至于这位大哥啊，何必呢？不够喜欢人家，拖着人家干嘛呢？你如果想要继续不稳定的过你的日子，不要让一个很认真对你的女孩一直提心吊胆。如果你喜欢她，你一直做让她担心的事、不安全的事、不快乐的事、伤心的事、难过的事，我就觉得那个不叫喜欢。我觉得谈恋爱其实不看条件的，谈恋爱就看有没有用心。至少今天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你的心，也没有看见你有多喜欢他。如果只是这样，你就放了他。好，谢谢寇老师。陆琪老师，姑娘，其实你很清楚他什么人嘛，只不过他现在愿意哄你，所以呢，你也愿意被他哄，自己骗自己嘛。你可以回去再琢磨一下，你究竟爱的是这个人带给你的你们在一起的温暖，还是他平时带给你的负面情绪，以及和负面情绪形成反差的那种正面的情绪？
情绪反差，让你有时候温暖，有时候又被打压得很惨，让你有时候痛苦，有时候开心。这是爱，还是爱情游戏呢？我纠正你几个点。第一点，你知道什么是隐私和秘密的区别吗？隐私就是自己的事情，谁都不可以分享。不，并不是。隐私是我可以让你知道这个事情在发生，但我不希望你来打扰我。我上洗手间，你知道我在上洗手间啊，但我不希望你来看，这叫隐私。什么是秘密？我瞒着你，我骗着你，我不让你知道，这叫秘密。他是一个满满都是秘密的人，他把秘密包装成了隐私。第二点，安全感来自什么地方？安全感来自透明吗？错了，安全感来自于尊严。你爱的有尊严吗？你一点尊严都没有。最后纠正你一点，爱情是正面的，负面情绪不是爱情，它带给你的绝大多数的东西都叫负面情绪。所以不好的关系我们把它断掉，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舍掉，不好的人我们给他离开。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断舍离，正视自己。你需要的究竟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一个爱人？它不是一个爱人，它只是一个爱情故事。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好，来左岩老师。刚才赵春老师一直问你说你喜欢他什么呀？没答出来。你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下他，一个词。没有。好。小王，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细腻。你听见了吗？他没有任何词语能形容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你一直在说他可能跟前女友有什么，你就是他的前女友，你可别怪异地恋了，跟异地恋没有关系。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换一个微信，他可能能把你摇出来，然后跟你说我没有女朋友啊。他刚才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是哎呀，我没有必要和陌生人说那些我自己的很多事情。那你跟人家说话干什么呢？如果我是你的家人，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带走。建议：第一，上赶着不是买卖，唾手可得的东西人家不珍惜。第二，好马不吃回头草。2个月之后他就分手跟别人好了，他还是会这样对你。第三，你在他心里若不是可有可无，他怎会对你忽冷忽热？所以今天等一下门转走，好吗？做一个不纠缠他的前女友。祝福你，谢谢。好，谢谢左老师。来，涂老师。信任的前提是自信。被信任的前提是自律。你到今时今日还抓着他不放，是因为2个原因：一方面是不自信，不敢开展下一段恋情；一方面是不甘心。我很赞成寇乃馨老师说的一句话：你们俩现在还分得远，如果要再近一点，也许你给他造成的困扰更多，也许你们早就分手。你是喜欢他的，我相信，但是我在想你喜欢他的什么？刚才主持人问了半天没问出来。我觉得你最喜欢他的一点，就是喜欢他的不自信。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而不是去图一个人什么。没有说你图一个人什么，就是喜欢一个人，不是因为一些方面才去喜欢一个人的。我们说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但我认为是需要理由，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喜欢一个人一定是图他点什么，要么图他的善良，要么就图他人很好，总是图点什么。倒是分手不需要理由，都要分了还讲什么理由呢？我认为你就是喜欢他的不自信。为什么？因为你也是个不自信的人，只有不自信的人才喜欢去撩别人，到处去证明自己所谓的魅力。恰恰是因为他的不自信，体现出了你的自信。你认为在他面前，我终于可以找到一种所谓的有魅力的自信的感觉。其实从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因为一个人爱你，你感觉到一种自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不是从他对你的爱当中找到自信，
你是从她的痛苦当中找到一种自信。你看，有一个女人能够为我如此痛苦，而且能一次一次的接受我是不是魅力非凡呢？我很自信。如果要正儿八经谈一段感情，就不要玩智商的游戏，要拿出你的坦诚。女生不要再说那种话了，待会儿60秒的时候说请你自律的。一个成年的男子都没有自律，说明他不愿意为你付出。当然你愿意如此继续卑微下去，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在你那些所有的朋友和闺蜜面前，你早就是一个笑话，对不对？有点自尊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啊。其实一个人的一段感情，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像这样的感情，我相信一定会匆匆而过，因为这段感情给你带来的是痛苦，是不安，是不信任，是焦躁，是焦虑。人生还有其他的东西，姑娘你醒醒吧。男生也没什么要说的，就是你不喜欢人家吗？不够爱吗？你要真的喜欢，真的够爱，你就拿出诚意来嘛，对吧？第一诚意就是学会尊重这个姑娘，别让这个姑娘变成一个笑话。所以接下来还有60秒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跟这姑娘说几句能让她心动的话。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反正我觉得我最近这些为你改变的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知道，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其实我也不想再跟你异地恋了，但是你给我的回答也是挺模棱两可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咱们俩在一起也有2年了，然后认识也有4、5年了吧，感觉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在追着你，然后大概这就是我的青春吧，请珍惜我的青春。好，谢谢2位啊，请回。请关门。我其实挺震惊的，一段恋爱谈了2年，有1年多的时间一直处在怀疑和不安当中，另外的1年多就处在纠缠当中，2个人都试图改变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东西，姑娘说这也许就是我的青春吧。如果我们的青春的含义就是谈这么一场所谓的恋爱的话，青春这2个字是不是也太不值钱了？所以这样的爱情我们不会祝福，怎么选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啊。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镜千面系列大力支持。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我跟你说啊，这掌声啊，鼓的是这样的。为什么？看到这儿走的时候，大家是发自内心的说：“哎呀，这个姑娘终于醒悟了啊！”所以，祝他们好。今天是一堂人生课，希望他们学得会。要谢谢我们的4位老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2年，她比较任性，我一直宠着她，对她百依百顺，现在惯得她越来越过分，总是动不动就对我随意发脾气。上次甚至当着我很多的朋友的面打了我一巴掌，我该怎么办？宠爱，宠不等于爱，爱是可以让人感觉到越来越幸福满足，而宠只能让人感觉到越来越不满足。你是因爱而宠，而你的女朋友呢是因宠而爱。现在你只是被打了一巴掌，以后可能她甩手就把你抛弃了，因为她贪恋的仅仅是你一时对她的讨好和纵容，她亦丝毫不会尊重你。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别着急宠，先要学会怎么爱。感谢我们的4位老师，谢谢他们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谢谢他们。
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诗。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谢谢伊贝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